当人们提到瑞典，你可能会想到 IKEA、圆滚滚的瑞典肉丸，或者是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但在这个国家的首都，竟然是由14座岛在海上串联而成。宫崎骏曾经在这里把眼前的景色画进了魔女宅急便。这里就是号称北方威尼斯的斯德哥尔摩。成功上岛，我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的大站——斯德哥尔摩 City。抵达斯德哥尔摩，第一个迎接我们的是号称全世界最长一廊的地铁站。第一次看真的非常美丽。我们讨论起地铁站是否是真的石头，这是真的岩石，应该有些是真的。我是搬运工。抵达饭店，看似宁静的夜晚，竟然发生了一场意外。陌生人闯入事件，原来是前房客又订了一晚，想要住在同一个房间，但柜台早就把这间房间排给我们了。最扯的是，房间门锁密码竟然完全没有换，于是他就这样直接打了密码就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所以有一点安全疑虑。那我本来就预期说应该还行啊，因为我看他 Google 评论蛮高分的，然后4.3吧。进去之后突然有人打开门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就不知道谁，然后后来我就去 reception 那边问他说：“这是怎样啊？是不是应该给我改密码？”没错，这样我住过一次，我就有点知道这间房间的密码，所以是想这样。好赚！那我跟大家分享密码是几号？隔天一早，煮好了热腾腾早餐，窗外飘起了雪。看见窗外的雪，我跑去问饭店柜台，这个天气是否适合户外运动？我刚刚问那个饭店的柜台说，今天这个天气好像没有很好，我这样还适合搭游船吗？他说今天天气没有不好啊，今天天气挺赞的，下雨下雪下这样。不过雪确实是蛮冷的，老师音乐请下。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游拍，暖暖的眼泪看寒雨蒙着。我们快速搭上了今天的第一站——波罗的海游船。天气称不上完美，但船舱里看着雪花落进海面，其实别有一种浪漫。斯德哥尔摩的 home 就是瑞典语小岛的意思。我们的船从老城岛东岸出发，沿途经过许多岛屿。船长用心的介绍看到的景色，虽然不一定看得到。Eagles, the biggest bird we have, because they were sitting on the ice eating fish. Yum yum. We had a lot of ice, but this boat is actually equipped to break 40 centimeters of ice. But we could not go out with our boats as far as we would like to. And I had, of course, because we've had snow since the 1st of January in Stockholm and until some weeks ago. 他说现在这个是 Party Island， 大家都在这边夏天开 Party。然后他说后来又是军队拥有这个 Island， 海角上会看到他们的船。红色的那个建筑物是一间很好的餐厅，他称这个岛为 Restaurant Island。介绍非常精彩，所以很推荐。拍一个简单的。下船后，雪渐渐变小了。时间来到中午12点，我们走进老城区。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绕过来到这里。天明时节雨纷纷。没错，这就是全世界都一样。春天后母面啊。春天后母。其实讲了一个他的俚语，就是也在讲春天的天气很不稳定。各国的衣服都是春天还不能直接完全收化。现在其实真的蛮冷的，现在体感至少0下。这是他们的瑞典议会，只可意会，不可亵玩焉。敲钟，12点钟。每天中午12点15分，王宫会有卫兵交接。此时的广场已经挤满了人潮，一时挤不进王宫的入口。我们决定先去附近的2个景点。第一个是斯德哥尔摩大教堂，这里曾经是加冕典礼的举行之地，甚至还会有皇室的婚礼。进门就可以听见歌唱团在唱歌。教堂里的镇店之宝就是这个圣乔治屠龙。传说中，居民每日被抽签献祭少女。当公主被抽到时，圣乔治挺身而出，击败恶龙。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宗教带来信仰，科学带来进步。第二个景点，我们走进诺贝尔奖博物馆。诺贝尔博物馆，准备进去了 ，Let's go。地板写着诺贝尔奖的6大领域：物理、
化学、医学、文学、和平、经济学。博物馆中收藏的历届得主捐赠的一些私人物，这个东西可能是他改变他的人生，或让他有一些启发。看荧幕上就会有很多得主捐出来的东西。走道上可以看见一些倒置的椅子，仔细一看，上面全是历届得主拜访博物馆时签下的名字。这些椅子放在路边，好像看起来没什么，但其上面有签名。就之前只要诺贝尔奖得主过来，他就会在这边签个名。而那个是空的，是不是在等下一个人来准备签名呢？里面有一间附设的咖啡厅，可以吃到诺贝尔奖晚宴同款的招牌冰淇淋。离开了诺贝尔奖的博物馆，那我们先去找伊凡会合。走回斯德哥尔摩王宫，一进门就被超大的雕像震慑住。如果做这么大，上面差不多到他的脚都不到。皇家寓所里可以看见皇室的服装、国王的居所以及办公室，总之就是华丽、华丽再华丽。国王以前他们在这边吃饭。这是罗马神话的众神的妻子，对应的话就是希腊神话的赫拉。欧洲真的很多这种高贵的宫殿，其中查理11世的长廊非常好拍，是仿照凡尔赛宫静厅打造的。这是金箔，就是外面有一个。隔壁有三王冠博物馆，展示着1697年那场大火幸存下来的城堡防御城墙以及历史文物。对，这是我们刚刚搭的车。我们刚上车就没有地方可以刷卡，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怎么付钱，但因为我们有 pass， 我们也不紧张。就原来是有人工会过来查票这样。下午，我们前往动物园岛，去看一艘只航行了短短20分钟就沉入海底的战舰——瓦萨沉船博物馆。沉船要到，哇，超帅！走进去真的非常壮观，就是整艘巨大战舰塞进6层楼高的博物馆。站在船头抬头仰望，忍不住赞叹出声。旁边也有很多旅游团跟着听见了船的故事。各位，我们来到了沉船博物馆，真的是超壮观的。就这艘船那时候为了展示国力，就马上改这艘船，结果出航15分钟之后就沉下来。它因为沉在海底，保存非常完整，现在就在这个博物馆之内灌场。今天难得是我看到斯德哥尔摩人很多的地方，这个博物馆就是非常值得来。OK， 天啊，这沉船真的是太大了吧！我们现在就完全站在它的那个船的头，然后它是有可以到地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2楼，然后它只有1楼的这样，保留得非常的完整。这艘船在海底沉睡了333年，没有腐化的原因，就是波罗的海缺乏了俗称船虫的驻船蛤。于是这场悲剧换来了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17世纪战舰。如果觉得战舰太大，有1:10的模型可以看。他说16世纪的人因为都看不懂文字，所以图像是最好的表现方式。他就放了很多神啊，或者是一些图形方式来去建造他这艘船。你看那个大炮上面都有那个 lion， 到底是谁把手册丢在上面？旁边还有一些当初挖掘的潜水衣以及工具。1950这艘船就被发现，但是根本挖不起来。1961年才真正把它挖起来。他说以前很难捞起来，但是发明了那个打捞钟之后，就有机会把东西捞起来。说就是他那个做的不够宽又不够深，导致那个压伤太少。如果你想要近一点观察战舰，可以走到1楼。毁灭跟保存只隔着一片海水的温度与咸度。同样在动物园岛上，我们快速走过3个博物馆。围巾博物馆讲解人穿着维京人的衣服，博物馆内有维京人的盔甲、食物、维京旗以及相关的创作。最著名的亮点是游园车会带你听一段维京人的故事。他整天无所事事。个人是觉得还好而已。烈酒博物馆坐落在18世纪的海军建筑里，
永久珍藏着瑞典国宝级的品牌绝对伏特加，成人的票约190瑞典克朗。对酒没有太多研究的我，很快就前往下一站。因为对酒没有很懂，然后而且它场馆没有很大，不过还有一些互动的地方，而且还有很多饮酒小故事。而通票原本是因为想说今天10点半开始启用，明天10点半结束，那我刚好之后准备去搭飞机，就没发现有一个致命错误，斯德哥尔摩的票不是24小时，是当天的，所以你越早启用越好，因为你当天启用，那反正就是到隔天的0点00分结束。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个富丽堂皇的古堡北欧博物馆。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我们直接问了工作人员该怎么逛。对方推荐我先去4楼逛，陈列着北欧从黑死病、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到福利改革，一路演变至今的样貌。所以他其实在讲北欧的一系列演变。那楼下的展厅，还有就是在讲说他们如何在极端气候生存，还有各个时期的北欧人该吃什么。中央大厅有个巨大的雕像，他是建立近代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传说雕像额头来源是用自于国王本人在16世纪亲手种下的一棵橡木树，而那个瓦萨就是我们稍早站在船头仰望的那艘战舰瓦萨号的由来。肚子有点饿了，没想到手上这张卡还可以换来一顿下午茶。就是这家咖啡厅就在前面了。我们走进一间咖啡厅，用套票换了一杯饮品以及一份面包。不知道点什么好，干脆让店员推荐。Okay, I try it.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选的是热茶，店员会附上茶包以及热水。我刚刚喝了一口它这个北欧风味的这个茶，就是有一个凤梨，然后还有玫瑰的红茶的味道，算热热的喝蛮好喝的。晚餐我们走进连锁店汉堡 Max， 有人说鱼堡蛮好吃的，然后这是红薯条，然后大家说红薯条超爆好吃，爆点500多块。意外的是，这里素汉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你看我们的反应，汉堡的特写。超像肉而且它是肉啊。对吧？要叫 Impossible， 听起来就很奇怪。你试试看，那你有觉得 Impossible 吗？我觉得是肉它味道就真的是肉一定就是牛肉味，蛮厉害的。而且还蛮 juicy 的这样。刚刚确认过，它真的是素的。但是呢，我刚刚去拍照片，发现奇怪，怎么有2个洋葱卷？然后就去问店员，店员说他忘记加。Perfect， 这真的不是牛吗？这好夸张啊 ！Impossible 真的蛮好吃的。虽然价格是北欧价，但是超级推荐。吃饱后是今天我最期待的行程。调酒几乎都要喝冰的，那有没有可能直接走进冰窖里喝酒？欢迎来到绝对冰吧。这间酒吧就开在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旁边的饭店内。进去之前会先领到1件斗篷以及1副手套，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在零下的世界里喝酒。里面的表情也很好笑。我在斗篷内甚至还穿了羽绒衣，一走进去就会被冰雕所惊讶到。好冷。太帅了，是真的冰啊！有冰雕战舰，甚至还有一把雷神之锤。OK， 我们来到这个绝对冰霸的酒店，它旁边的这个雕饰都超级无敌帅。它只有椅子的那个坐垫不是冰，其他都是冰。等下连那个酒杯都是冰的。然后他刚刚给我们2个代币，等下可以去换2杯饮料。据说这里所有的冰都来自瑞典北极圈内的河流，冰雕真的是太美丽。欣赏了好久，我们才去换酒。酒单上几乎都是以北欧神命名，我们点了索尔和洛基调酒中。简单描述个味道，这杯是洛基，这杯是索尔，它是柠檬的那种味道。我就伏特加加柠檬水了。喝醉了开始以为自己是索尔，哦，蛮重的。比我想象中重应该跟20公斤行李差不多。回收杯子的方式很特别，竟然是投入这个冰雕的嘴巴，超级好玩。入场一次大约台币926块，如果手上有斯德哥尔摩卡，可以直接免费兑换。当我们记账时，
这10个景点买票需要大约台币6450元，而这张一日票为我们省下超过台币3300块，等于是用5折玩斯德哥尔摩的景点。来到斯德哥尔摩，如果你没有这个 Go City 卡，这里有2个我们很推荐，完全不需要通行证的行程。第一个是斯德哥尔摩地铁，各个不同的站牌就像是不同的乐园造景，但他们搭一次地铁大约要台币150块左右。小资族如果单纯看地铁的话，建议不要出站。以下是我们造访过的几座地铁站。第二个是老城区的散步，几乎是走进了魔女宅急便的世界。这里是像电影里的隧道，这里是像电影里的招牌。我们还走进一间咖啡厅，点了公主蛋糕，据说是瑞典的3位公主特别喜爱才有这个称号。它是瑞典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甜点之一。外层是青绿色的杏仁糕，里面是海绵蛋糕、卡士达酱，它会出现在瑞典人许多重要的节日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斯德哥尔摩 Go City 1日券的完整记录。如果需要这次斯德哥尔摩旅行的地标，在下面留言填表单。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